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与凤航官宣数日，辣目洋子选角引争议，古偶不能有喜剧人。时间迈过8月，有的剧组才悄然开机，而有的剧组扎了数月，终于是要拍摄收官了。这其中就包括《蓝龟喜事》。在一众帅哥美女演绎虐生虐死恋爱的剧里，它的题材尤其特别，以一家5口为主线，讲述了守寡18年的杜如玉一心想把自己的4个女儿嫁入好人家，结果这等着等来了4个自己一点也不满意的小伙子。就在他想着什么赶走别人才好的时候，这4个小伙与4个女儿却是越走越近。这样的女性欢喜群像剧，上一次这么玩的感觉还是 N 年之前的《欢天喜地7仙女》。果然潮流就是个圈，总有一天会轮回过来的。剧组演员虽不是大流量，但剧目依旧被列为重点项目，足见业内对班底与剧本的认可。临近杀青了，本该是一同庆祝的，奈何因为女配辣目洋子的转卖礼物事件，使得这部剧的风评不如开机时那样好。杀青之后，辣目洋子看样子就要进组与凤航，对此大多数观众是抵制的，甚至都艾特了官方。01辣目洋子路人员毁谤，选角幽兰引争议，被嘲颜值不配演神女。从网红转型为演员，目前活跃正盛的是欢娱家的白鹿，在拿下 S 级巨制之后，又选到了《宁安如梦》这样的剧本。女主前世是海后，重生之后狗腿做人，再靠智慧金手指逆袭。纵看同期，与之题材相撞的少之又少，白鹿是会选剧本的，有效拍戏才是真材实料。而与其合作过的辣目洋子，私以为在可选的范围内，她的选角思路也值得借鉴。在没当女主之前，她进组演绎的是吴月红这样的憨憨武将之女，一心为丈夫，结果却总被拒绝。看着她活泼没城府，只想着操练的模样，能感受到这个角色的生命力。而在名气一点点起来之后，她选的古言偶像剧也是我叫刘金凤这般的。虽然剧在服化道方面有争议，但回归剧情设定本身，原著写女主刘黑胖跟她母亲一样，身材丰腴，面容黝黑，生了一双细细的眯缝眼，稍微清秀一些，但也大差不差，仿若是复刻出来的。原文皇后刘黑胖本身走的就不是寻常言情路子，比起颜值，黑胖的气质与胆识才是最惹人喜欢的。确定影视化之后，由辣目洋子来出演这个角色，可以说是十分适配了。看起来胖乎乎、傻愣愣的，实则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为人坦诚绝不敷衍，与段云丈相爱相杀，画面有够好笑的。原本剧目定位就是古装轻喜，要是没之前的争议，他是有可能凭借这部剧再上1层楼的。可惜服化道问题之后，他又遇上了卖2手礼物的舆论，以至于不希望他出演幽兰的声音越来越多，认为他的外形条件配不上神女设定。实际上与凤航原文短小精悍本身定的就不是大虐的风格，女配幽兰的神女只是称号，在原著里出场戏份就不多。细想一样官方选角辣目洋子，其实并无道理。02古偶喜剧人多出圈，吴映洁版何丹娘让人印象深刻，欢喜风格受喜欢。犹记得前不久收官的《梦华录》，在二创方面，第一个出圈的便是池衙内，他拿剑做事要自刎的动图，被搞怪的网友配上各种词语后传播，演员本人都注意到了这个事情，官方都在玩梗。古言剧主线是应该放在男女主爱情线上，但在虐生虐死的时候，出现一个人大家开怀大笑的角色未尝不可，且有其效。如陈芊芊、
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白姬与子睿这对的互动太有趣，一个求着少君给个机会，一个在少城主身边一起搞事。在陈芊芊与韩硕确定心意之后，两个人见面就对的样子，真实演绎了唯粉现状。除开男角色之外，在《陆贞传奇》里吴映洁扮演的何丹娘，顶级吃货，圆脸可爱。当时她的代名词就是萌萌哒，一出现，开心笑着，让人心情变好。原以为她会得到一个好结局的，谁料最终她为保陆贞，划伤自己的脸跳下悬崖。这波反转，剧组反正是虐到人了。知道虐点即是看点，但现在的古言剧动不动就几世轮回，有杀父杀母之仇的，预告全在赚泪点，反倒会引起一部分反噬。所以辣目洋子这样以喜剧人形象出现的，恰好迎合了剧组的喜好。官宣名单已出，不管剧组之后是否会换人，古言是需要喜剧人的。